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成毅王权富贵角色热度破10.73亿，2026年10月还要去日。内娱漫改扑街榜那么长，成毅演的王权富贵硬是杀出一条血路。2026年6月15日数据确认，角色热度值冲破10.73亿。爱奇艺建站至今没第二个角色摸到这根线。要我说，那些还在阴阳平台注水的营销号可以歇了。据2025年10月25日播完，大半年过去，热度不降反升。日本 CS 卫星剧场2026年6月中旬刚官宣，天地剑心定档2026年10月在日首播，日方原话叫它系列最高杰作。韩4月已播，日10月接棒，国产漫改古装首次日韩双落地，这可不是买榜能买出来的。我始终认为，漫改最大的坑从来不是服化道，是演员接不住人妖对立里觉醒的那个眼神。成毅那段万箭穿心后回眸，清冷、碎裂又决绝。原著粉最初举着毁人设的旗子进场，最后闷声2刷3刷。爆料还说他为保角色内核剧魔改，杀青被召回复拍，这股轴劲才是10亿热度的真正底座。别的漫改还在纠结像不像漫画，人家已经把角色烙进观众脑子里，再卖去海外了。内娱不缺好 IP， 缺的是愿意拿职业生涯硬扛角色的疯子。王权富贵便属于这一类。作为漫改作品中的核心人物，他最大的挑战并不是造型是否还原，也不是服装是否华丽，而是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。他既背负着家族责任，也不断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。从最初的克制隐忍，到后来逐渐突破束缚，每一步成长都需要演员通过细腻的情绪表达去完成。对于漫改作品来说，这一点尤为重要。漫画人物可以依靠画面定格情绪，但真人影视作品只能依靠演员的表演去建立观众共鸣。如果演员无法理解角色内核，再精美的服化道，再还原的场景设计，也很难真正打动观众。不少观众至今仍然提起剧中多个高光片段，尤其是人物经历巨大打击后的眼神变化，没有夸张的情绪宣泄，却通过克制的表演传递出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决绝。这种层层递进的情绪表达，也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观众逐渐认可了这一角色塑造。事实上，漫改作品一直面临着一个难题：原著粉希望100%还原漫画，普通观众则更关注剧情是否合理，两者之间往往很难兼顾。因此，每一次改编都会伴随着各种质疑。然而，一旦演员真正把角色立住，很多争议也会随着作品播出慢慢消散。这些年来，越来越多观众开始意识到，衡量一部漫改作品成功与否，不应该只看开播当天的热度，更应该关注它是否拥有长尾传播能力。如果一个角色能够持续引发讨论，能够不断吸引新观众入坑，也能够让已经追完剧的观众反复回味，那么这种生命力远比短暂的话题热搜更加珍贵。除此之外，天地剑心能够受到海外市场关注，也进一步说明国产漫改作品正在逐渐打开新的传播空间。近年来，不少国产剧陆续登陆海外平台，古装剧凭借独特的东方美学和丰富的人物设定，逐渐积累起稳定的海外观众群体。对于漫改作品而言，如果既能保留原作精神，又能兼顾真人影视表达，自然更容易获得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认可。当然，一部作品能够走向海外，既离不开平台的国际发行，也离不开作品本身的内容质量。真正能够留住海外观众的，从来不是宣传口号，而是故事、人物以及演员共同完成的创作成果。回过头来看，
王权富贵之所以能够拥有持续不断的话题热度，并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热门 IP，更因为这个角色拥有鲜明的人物弧光，而演员也通过细腻而克制的表演，让纸面上的人物真正拥有了温度。这或许也是漫改影视最值得追求的目标，不是简单的把漫画搬上荧幕，而是让角色走出漫画，真正活在观众心里。未来，国产漫改还会不断推出新的作品，也会迎来更多新的挑战。但无论市场如何变化，真正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，始终不是 IP 本身，而是那些让观众愿意一次次回味、一次次讨论的人物。你觉得下一个能被海外认的国产漫改会是谁？